这不是我的房间，那是谁的袍子？等一下，那条襦裙是我的，我的襦裙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昨晚宴席有人递酒给我，然后我好像迷路了。姑娘，你走错院子了。有人扶了我一把，那个人的袖口绣着经文，裴寂还是裴寂，那个为了女主能把京城杀得血流成河的疯批权臣，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完了完了！我一个连原书里名字都没出现过几次的路人甲，居然闯进了当朝首辅的房间。跑！必须马上跑！只要我跑得够快，原著剧情就追不上我。这辈子再也不喝酒了。不行，要是就这么走了，以他那个睚眦必报的性子，肯定会把我揪出来。可不留点什么，我又觉得很不踏实。放着大门不走，翻墙归家。苏宝英，你长本事了。哥哥们，早上好啊！好，我们太师府唯一的宝贝疙瘩夜不归宿，你让我们怎么好？苏宝英，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我昨晚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条疯狗，对，一条长得很俊，不是长得很凶的野狗，它扑上来就咬我，我拼了命才逃回来的。立刻封锁全城，轻薄我妹妹，今天非要把这头野狗的皮剥下来做地毯。完了，如果二哥知道那条野狗是当朝首辅裴寂，我们太师府今天怕是就要被满门抄斩了。50两，我堂堂当朝首辅，竟然被人当成小官了，还留了50两过夜费。哼，好一个江湖不戒！来人，主子有何吩咐？拿着这枚玉佩去查，封锁九门，就算是掘地3尺，也要把这个姓苏的女人给我找出来。本座倒要看看，谁给她的胆子，睡完就跑。太师府的这顿早膳，我吃得宛如在上刑。大公子、三公子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九门提督刚刚下了死命令，全城戒严。首府的黑甲卫倾巢出动，连一只苍蝇都不准飞出京城。裴寂疯了，他一个首府动用私兵封锁九门，所谓何事？听说是首府大人昨夜在府中遇刺，那刺客不仅武功高强，还极其猖狂，走的时候还偷了首府大人的贴身玉佩，甚至还在床头留了50两银子，说是给首府大人的过夜费。宝莹，你怎么了？不过这刺客也是个奇人，50两瓢当朝首辅。裴寂那活阎王，现在怕是气得想把那刺客剥皮抽筋吧？我的玉佩，完蛋了！在全城搜捕我这个白嫖怪啊！我吃饱了，我不舒服，先回房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坐以待毙。作为一本甜宠文里的炮灰路人甲，我现在唯一的生路
就是去蹭原著主角的光环。只要我找到原书女主沈半夏，跟她成为好闺蜜，再想尽办法把裴寂推到她身边，让剧情回归男女主谈恋爱的正轨，裴寂就没空管我这只小虾米了。根据原著剧情，今天上午沈半夏会去珍宝阁盘账，并且会在那里遇到恶毒女配林清婉的刁难。这是我英雄救美、结交原女主的绝佳时机，拼了！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沈老板。这珍宝阁的门槛儿也是越来越低了，什么浑身铜气味的商贾洋女都能进。沈半夏，你就算穿得再好，也掩盖不了你那低贱的出身。这只金簪我看上了，掌柜的，给我包起来。恶毒女配林清婉，剧情撑不起我。瞧瞧瞧瞧，这就是大女主的气场啊！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。林小姐，这只簪子是我先看上的，凡事讲究个先来后到。先来后到，在这京城里，本小姐的规矩就是规矩。你一个贱商，也配跟我抢东西？放开那个女孩！哪儿来的野鸡在珍宝阁打鸣？一口一个低贱！你家祖上往上数3代，不也是种地要饭的？这只簪子，本小姐今天包了。你是什么人？竟敢对尚书府的千金无礼！尚书府，本小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太师府嫡女苏宝莹。想跟我拼爹，你不配。你什么你？你是条形码吗？天天给别人扫码估价，沈老板凭本事赚的钱，每一分都干干净净。你头上的布摇，身上的绸缎，哪一样不是吸得民脂民膏？花着老百姓的钱在这秀优越感，我看着都替你害臊，还不快滚！小姐，爽！这简直比在学校抢到了最后一份糖醋排骨还要爽。苏小姐好口才，只是林清婉心胸狭窄。苏小姐今日为了我得罪她，怕是会惹上麻烦。麻烦？我现在的麻烦比她大多了。沈姐姐，我不怕麻烦，我是说你这么厉害，咱们交个朋友好不好？好啊，既然是朋友，那这只红宝石金簪便算是我送给宝莹妹妹的见面礼了。掌柜的，包起来。嘿，多谢姐姐，姐姐贴贴。成了，原女主这条金大腿保住了。不如随我去对面的八方楼喝杯茶，吃些点心。好呀，好呀。那个沈姐姐，你听说没？昨晚首府大人府上进刺客了，现在全城都在戒严呢。你觉得裴首府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裴首府手段毒辣，心思深沉。不过他前些日子推行的新政，倒是让江南的水路畅通了不少。只要不挡我赚钱的道，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与我何干？不是，大姐，你可是女主角啊！你的恋爱脑呢？你对男主怎么一点非分之想都没有？
人等退避！首府大人有令，全城搜查这枚苏字玉佩的主人，提供线索者赏金1000两，凡有包庇者满门抽斩。完了完了，大型社死现场！宝莹妹妹，你怎么抖得这么厉害？那个花50两睡了当朝首府的刺客，该不会就是你吧？我去，他怎么知道的？难道我表现不够正常吗？沈姐姐，亲姐姐，你可千万要替我保密啊！我那天真的是喝多了，而且我留了钱的，我没白嫖。50两，堂堂大权在握的裴首府，居然只值50两。宝莹妹妹，你这笔买卖做的可谓是惊世骇俗，姐姐你就别打趣我了。要是被裴之抓到，我这太师府的9族都不够他砍的。放心，你今日在珍宝阁护了我，我沈半夏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。这满京城，除了我，会再有第3个知道这个秘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为了躲避风透，我干脆称病缩在太师府里装死，直到3天后，长公主举办春日宴，广邀京城名门。躲什么躲？不过是被疯狗咬了一口，还能见不得人了？去参加宴会，我看今天哪条不长眼的狗敢靠近你！二哥呀，你防得住外面的野狗，防不住宴席里面的那头活阎王啊！宝莹，你快把我的衣袖扯烂了！别说话，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。好重的杀气，他这几天大概是没睡好，眼底都有乌青了。废话，被人用50两当鸭子睡了，搁谁能睡得好？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去找你的女主角吧！好机会，沈姐姐，去吧，用你的美貌征服他！按照原著的套路，这个时候裴寂应该会被沈半夏清冷独特的气质吸引，从而一见钟情。这剧情怎么不按套路出牌？这极其特殊的，带着几分清甜的味道，和那天夜里女人逃跑后床榻间残留的味道一模一样。苏宝莹，你跑什么？苏小姐，跑得挺快，跑什么？太师府的千金，平时出门也习惯随身带着50两碎银子吗50两
首府大人在说什么？臣女怎么听不懂？听不懂？那流苏晃啊晃，就像我此刻摇摇欲坠的生命线。那苏小姐解释一下，你的贴身玉佩为何会落在本座的床榻内侧？还有你留下的那句“活儿不错”。这玉佩是我前几日不小心弄丢的，一定是哪个杀千刀的小贼偷了我的玉佩，又恰好潜入了大人的府邸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多谢大人帮我找回失物。苏宝行，你当本座是3岁小孩？需要本座把那晚的细节在这里帮你回忆一遍吗？完了，彻底装不下去了，我阎王要开始算账了。大人，强扭的瓜不甜，强睡的，反正就是个意外。您大人有大量，宰相肚里能撑船。您刚才来的时候看到我身边那位姑娘了吗？她叫沈半夏，江南首富的千金，不仅长得倾国倾城，而且冰雪聪明，富甲一方，她才是您的良配呀！你们俩简直是天作之合，命中注定。你睡了本座，扔下50两银元翻墙逃跑，现在还要把本座推给别的女人，这叫拨乱反正。沈姐姐真的很好，你哪怕多看她一眼呢。闭嘴！苏宝莹，你是不是觉得本座平日里见惯了那些阿谀奉承的贵女，所以你偏要反其道而行之？啊？你想用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，让本座对你欲罢不能，是吗？不是大哥，你的脑干是缺失了吗？谁试探你了？我是真心实意想把你送走啊！臣女不是，臣女没有。够了，太师府的嫡女确实有骄傲的资本。你那3个哥哥把你护得像眼珠子一样，也难怪你敢在本座头上动土。既然你喜欢玩这种猫鼠游戏，本座奉陪到底。不过，游戏开始了，什么时候结束，只能由本座说了算。回去转告你二哥，本座这只野狗，改日定会亲自登门，向他讨教。老天爷啊！这剧情怎么像脱缰的野狗一样，拉都拉不回来了？自从在长公主府假山被裴寂那个活阎王按墙上后，我连做了3天噩梦。梦里他拿着那50两银票，狞笑着要把我大卸8块。既然推销沈半夏行不通，我只能改变策略，精准踩雷，主动出击。我花重金买到了裴首府的绝密情报，他有令人发指的洁癖，一天换3套衣服，洗8次手。有人在他面前打了个喷嚏，第2天就被发配岭南吃沙子。哼！我悟了，既然他觉得我是在引起他的注意，那我就变成他最恶心、最反胃的样子。我要让他一看到我就把隔夜饭都吐出来。宝莹妹妹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沈姐姐，看我的！我不仅穿得像个庄稼汉，我还要干庄稼汉的活。短短1炷香的时间，我成功从一个娇娇滴滴的千金，变成了浑身往下滴黑水、散发着恶臭的野生泥猴子。天哪，苏宝阳疯了吗？好臭啊！太师府的千金怎么像个叫花子一样？真是朽木不可雕也。堂堂太师府嫡女，竟然如此粗鄙不堪，
简直是有辱斯文。首府大人到！首府大人，您可算来了。您看苏小姐竟然把这神圣的春耕季弄得乌烟瘴气，实在是……成败在此一举。首府大人，你看我招的泥鳅大不大？嫌弃我，快叫人把我请出去！1秒、2秒、3秒，预想中的怒喝并没有传来。满京城的千金贵女，口口声声重农治本，却只知在田埂上搔首弄姿，攀比享受。唯有太师府嫡女苏宝莹，不惧污秽，心下农田，体恤农桑，不忘国之根本，这才是真正的贵女风范，实乃天下女子之榜样。不是，我很臭的，我身上还有牛粪。泥土芳香，孕育万物，在裴某眼里，苏小姐比这世上任何人都干净。宝莹，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，你连这种自毁形象的法子都想得出来，你就这般心悦于我？老天爷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毁灭吧！春耕记上的那句“泥土芬芳，比谁都干净”，犹如一道催命符，在我脑海里足足回荡了3天3夜。我绝望了，裴姬这个人的脑回路根本不能用常理来推算。既然装邋遢不管用，我只能再次敲开我那首富三哥的房门，花重金买下了关于裴志的第2条绝密情报。活阎王最厌恶贪得无厌、穷奢极欲的拜金之女，曾把一个满身珠翠的贪官千金，连人带珠宝一起扔进了护城河。不就是装拜金女吗？这题我会呀！论穷奢极欲，谁能比得过我这个京城首富的亲妹妹？毫不夸张地说，我现在的造型活像一只成了精的巨型金蝉。掌柜的，把你们店里最贵的、最闪的、最俗气的珠宝全给我拿出来。宝莹妹妹，你这是要出家当三才童子？天助我也，活阎王居然在！沈姐姐，你不懂，做人就是要俗气。这珠子也太小了，配不上本小姐高贵的身份。我要那种拳头大的夜明珠，能当球踢的那种。还有这个，勉强能入我的眼。什么诗词歌赋、高雅情操，都是放屁。本小姐这辈子只喜欢钱，只喜欢金银珠宝。谁要是没钱，连看我一眼都不配。快嫌弃我，快觉得我俗不可耐，满身铜臭味，快把我扔进护城河！来了来了，他终于觉得我恶心了。带这么多金子出门，手不酸吗？这是首府府地下库房的钥匙，里面有先帝赏赐的东海鲛珠，有西域进贡的红蓝宝石，还有几尊1人高的血珊瑚。这些是江南12州最赚钱的商铺和良田的地契。你乃太师府嫡女，这天下的奇珍异宝本就该配你，你不用在我面前假装贪财来试探我的底线。你终于肯向我要东西了，说明你心里终于有了我的位置。救命啊！这日子没法过了！谁来把这个自带10级恋爱脑滤镜的活绵王带走啊！自从看清裴寂这个10级恋爱脑无药可救后，我连做了3天的噩梦。
梦里全是他红着眼睛问我尾款打算怎么结。我实在受不了这种精神折磨，决定出门透透气，顺便去八方楼吃点甜食压压惊。边关大捷，定北侯府小侯爷凯旋。好帅啊！这就是原著里的纯情男配，小侯爷霍云舟。宝莹妹妹，3年没见，你长高了啊！这是我这次剿灭西域马匪缴获的战利品，最红最大的一颗。我当年走的时候说过，等我立了军功回来，就去太师府提亲。宝莹妹妹，这颗红宝石你先拿着玩，等明日我就让我爹上门去下聘。当街送定情信物，云舟哥哥，宝蓉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你别玩笑了，这太贵重了。小侯爷刚回击，不在府中拜见高堂，却在大街上当众调戏太师府的千金，这就是定北侯府的规矩。裴首府言重了，我与宝莹青梅竹马，赠送战利品表达倾慕之情，光明正大，何来调戏一说？哼，青梅竹马，光明正大。太师府与本座渊源颇深，苏小姐的婚事，怕是还轮不到小侯爷来做主。完了，活阎王吃醋了，而且这醋缸不仅炸了，还带出了满天星的杀伤力。我的直觉没有错，裴姬的报复来得比龙卷风还要快。小姐，不好了！大公子、二公子、三公子都被摄政王以各种理由调离京城了。一夜之间，我的家庭护盾全被裴姬那个活阎王给支走了。我现在成了一只没有哥哥保护，随时会被首府大人拎走清算尾款的小鹌鹑。惹不起，我跑还不行吗？好，今天入夜，就算插上翅膀，我也必须飞出这座京城。月黑风高夜，正是跑路时。按照原书的设定，北城门的守将是个贪财好色的酒囊饭袋，只要我银子给够，半夜开个城门缝放我出去，绝对不成问题。等出了城，我就直接下江南，买个5进5出的大宅子，再养上10几个细皮嫩肉的面兽，这美好的退休生活简直爽翻天！太师府的千金，大半夜的不在闺房安睡，穿着夜行衣跑到这北城门来，怎么，今晚的月色已经美到让苏小姐要出城去赏了吗？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他难道是在我身上装了 GPS 定位吗？首府大人晚上好啊！真巧，你也来散步啊？哼，散步。臣女最近有点梦游的毛病，一睡着就喜欢瞎跑，而且还喜欢背着重东西负重跑。对，就是这样锻炼身体。我看你是想扔下本座卷款潜逃，我告诉你，想都别想。传本座手令，从即刻起9门紧闭，没有本座的亲笔通关文卷，哪怕是一只苍蝇也休想飞出京城。被裴姬像扛麻袋一样一路扛回首府府后，我被毫不客气地扔在了一张极其柔软的金丝楠木拔步床上。
苏宝莹，太师府的护院已经被我拦在城外。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你也休想踏出这扇门半步。大人，这是非法拘禁，我大哥可是吏部尚书。你就在这间屋子里好好反省，什么时候想通了怎么结清那50两的尾款，什么时候再出来。放我出去！裴震，你个活阎王！我不欠你钱了还不行吗？苏小姐，首府大人刚刚被皇上紧急召入宫中议事，大人有令，任何人不得靠近此院，您还是歇着吧。苏小姐，这是厨房刚熬的汤，您喝点润润嗓子吧。裴姬刚下令任何人不得靠近，这丫鬟是怎么进来的？我不渴，你放那儿吧。小姐还是喝了吧，若是凉了，奴婢不好交差。苏宝莹，别来无恙啊！你以为躲在首府府就没人能治得了你了吗？林清婉，她怎么会在这里？很惊讶是不是？我爹好歹是礼部尚书，买通2个外院的守卫，还是办得到的。你真以为首府大人把你带回来是因为喜欢你？别做梦了。哦，既然他要折磨我，那你大老远跑来干嘛？帮他当打手啊？尚书府的千金现在兼职做牢头了。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我今天就要毁了你这副狐妹子样！徐嬷嬷、李嬷嬷，上，给我进来！我去，你玩真的？苏宝莹，你去洗吧！婆子剁手，仍乱增岗，生疏千金，送大理寺天牢府。苏宝莹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为了不被人碰，敢拿刀抵自己的脖子？我也不想滑啊，还不是为了守住你那50两的清白。大人，你干嘛？我不欠你钱了。别吵了，今晚我们把所有的账一笔一笔算清楚。苏宝莹，你宁愿扮成老婢逃亡，宁愿拿刀抵着自己的脖子。我到底做了什么，让你觉得我比死还可怕？我不是怕你，我是怕我自己。来到这里之前，我在另一个世界活过。我在那个世界有一个最好的闺蜜，我们一起租房，一起加班，一起在凌晨3点吃泡面。我把她当亲姐妹，我把我的秘密告诉她，把我喜欢的人介绍给她认识，把我的备用钥匙放在她那里，然后她用我的备用钥匙搬空了我的家，用我的存款买走了我付不起的裙子，用我的信任抢走了我打算一起过日子的人。我在那个世界被最好的闺蜜抢走过一切，来到这里，半夏是第一个对我好的人，她是这个世界的女主角，而你是她的。我尝过被褫夺所有的滋味，如果我也变成那种人，我跟当年毁了我的人有什么区别？傻不傻？原著怎么写我不管，女主是谁我也不在乎，我只知道从头到尾只有你。今日在这荷塘边，天地为证，星月为证。苏宝英，我要你一句话，你愿不愿意做我名正言顺的妻？去他的原著剧情，去他的男女主，
从这一刻起，我苏宝莹就是自己人生里唯一的女主角。我坐在摇摇晃晃的花轿里，凤冠霞帔重的压脖子，但心里一点也不慌，因为我知道，轿帘外面守着的是这世上最护我的4个男人。从前那个躲在出租屋里不敢出门的女孩，现在有了最好的哥哥，最仗义的闺蜜，还有一个拿命爱她的人。宝英，我来接你了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苏宝莹，盖头得有夫君来挑。苏小姐当初用50两买断了本座的青门，如今尾款，是不是该用你的一辈子来结了？